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北的夜晚总是充满着一种深沉的宁静，而辛亥隧道，它位于这座城市的边缘，似乎与这座繁忙都市的喧嚣格格不入。无论是深夜归途的驾驶者，还是那些流连忘返的夜行者，都无法避免地经过这条蜿蜒的黑暗隧道。隧道的尽头似乎永远笼罩在迷雾之中，等待着那些无所畏惧的行者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每当夜幕低垂，当车灯穿过隧道的入口，那个熟悉的黑暗便吞噬一切。而在这条隧道里，有许多关于它的故事，在不经意间被口耳相传。那是一个关于事故、关于失踪、关于无法解释的故事。每个人都说，这里曾经发生过数起车祸，鲜有幸存者，而且听说每个经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加速通过那片黑暗。你听说过辛亥隧道的事吗？在台北的一家酒吧里，一个同事忽然提起话题，他的语气显得有些低沉。这个问题如同轻轻地触动了某根神经，空气瞬间沉默了几秒。酒吧里的聊天声似乎都在这句简单的话语后变得遥远起来。我轻笑了笑，试图不让自己太过在意。怎么，听说过什么奇怪的事？不是听说，是亲眼见过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放慢了语调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神秘，像是要引出什么恐怖的秘密。你知道那个地方，很多人说不干净。你听说过那种脚步声吗？就像有人跟在你后面，明明车里什么也没有，但你总觉得后座坐着人，也许只是错觉吧。我随意地笑着，觉得这是些过度想象的都市传闻，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。但是那些流传下来的故事，在我脑海中却开始生根发芽。随着每一个晚上的离开，车子驶过辛亥隧道时，我无意识地感到一丝不安，那种不自觉的加速，仿佛来自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。今晚我独自一人开车回家，城市的灯光逐渐远去，周围的街道显得愈发空旷，路面上渐渐没有了车辆的身影，寂静的夜空开始笼罩这片区域。我的车灯划破黑暗，照亮前方的道路，渐渐逼近那条传说中的隧道。只是个隧道而已，我在心里低声自语，尽量让自己平静。但随着车轮驶入隧道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脏却无由来的加速跳动。那一刻，隧道的黑暗瞬间吞噬了整个世界，四周没有路灯，只有车灯投射的光芒在墙壁上交错反射，空气压抑，潮湿的气息仿佛渗透了皮肤，进入骨髓。车速逐渐减缓，我忍不住咽了口水，视线集中在前方的隧道尽头。那是一片无法看清的深渊，只是个隧道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再次在心里安慰自己。可是随着前方的车灯照亮隧道深处，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那种令人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烈。车窗外的黑暗，像是有些东西正在凝视着我。我的心跳突然加速，我不自觉地将车速提高，试图将这种不安甩开。正当我以为自己能平静下来时，一声低沉的响动传来，像是某种沉重的物体在隧道深处掉落。我的手一颤，车内的音响突然发出一阵干扰声，像是无线电频率不对所造成的杂音。我猛地抓住方向盘，试图让自己集中精力，但眼角的余光中突然闪过一道模糊的影像。是错觉吗？我迅速转头，后视镜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那种不祥的预感依然无法消散。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，这不是错觉。隧道的黑暗仿佛与我的意识产生了某种联系，那种深不可测的压迫感开始涌上心头。每次深呼吸，空气似乎都不够清新，浑浊的气息填满了我的胸腔。车速越来越快，我不敢再停下来。随着车灯照亮前方的最后一段隧道，我猛地松了一口气，终于，尽头就在眼前。可就在此时，后座那不明的脚步声再度响起，沉重而急促，似乎正一步步逼近。我回头看了看，背后空无一人，只是自己吓自己。我努力告诉自己。然而随着车速继续向前，我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也许不是一个简单的隧道，而是一段永无终结的黑暗。车窗外，隧道的尽头依然遥不可及，浓重的黑暗让人感到窒息。
仿佛每一步都被无形的力量拖拽着。我加快了油门，试图突破这片让人感到无法喘息的沉默与压抑。车轮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沉闷的摩擦声，而我的心跳愈加急促。每当车灯照亮前方，黑暗中总有些不明的影像一闪而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跟随着我。别再想这些了，我低声喃喃自语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手指紧握着方向盘，双眼紧盯着隧道的尽头。尽管心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，但我仍然试图让自己保持镇定。这些传闻不过是无聊的都市故事罢了，而此刻内心的恐惧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平息。每当车灯照亮那一小片隧道，仿佛每个角落都藏着未知的秘密，每个阴影都在窥视着我。车内的空气变得愈发沉闷，湿气似乎被隧道的黑暗吸走，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焦躁。突然间，一阵突如其来的噪音打破了寂静，像是有东西撞击了车窗。我的心脏几乎跳出了胸膛，猛地转头看向窗外，却什么也没有。窗外的黑暗深邃得像是无底的深渊，除了那条穿越隧道的路，周围什么也没有。不安感越发强烈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想要稳住情绪，却在下一秒，我瞥见了后视镜里一个微弱的身影，渐渐清晰。那是一个女人，穿着一身暗色衣物，头发散乱，面容苍白。她站在距离车后不远的地方，静静地注视着我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脚下一阵颤抖。她的眼神空洞，几乎没有任何表情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自己的意识开始有些模糊，仿佛看见了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。我迅速回头，但车内依然空无一人。是什么？是错觉吗？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陷入了某种精神状态，或者是疲劳过度导致的幻觉。然而，随着车速不断加快，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却愈加明显，仿佛有某种东西正紧跟在我的车后，默默地追逐着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继续前行。每一次眼神一向前方，隧道依然毫无变化，只有一片幽深的黑暗，像是一个巨大的吞噬之口，等待着我将自己完全投身其中。车窗外的空气湿漉漉的，夹杂着一种奇异的气味，似乎是霉味和腐朽味的混合，令人感到恶心。突然，车灯闪了两下，像是受到了什么电磁干扰，紧接着音响也发出了一阵杂音。我的心跳开始不受控制的加速，视线紧紧盯着前方，不敢再分心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异样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，那是脚步声，不像是我的，甚至不像是任何正常的行走声音，而是拖拽般的沉重脚步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几乎与车速保持同步。这不可能，我咬紧牙关，自言自语，努力让自己不再陷入恐慌。可是，这脚步声明明就停在了我的车后，那种沉重的响动在耳边回荡。尽管我加快了车速，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拉扯我，让我无法逃脱。再一次，我猛地回头看去，后座依然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我呼吸急促，心跳加剧，强烈的恐惧感已经侵蚀了我的理智，意识模糊间，我猛地发觉，车速似乎没有任何变化，眼前的隧道似乎并没有越来越远，反而像是一个无尽的循环。到底是什么？我喃喃自语，整个人开始动摇。前方，隧道的尽头似乎依然不近，黑暗的边缘依旧无法触及。车窗外的空气潮湿，像是早晨的雾气一般，透过车窗隐约可见那片深不可测的黑暗，仿佛它吞噬了所有的光与声音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强烈的冷风席卷而来，车内的气温骤然下降，冰冷的感觉令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风中似乎带着一种低沉的呢喃，那声音充满了无声的警告。突然，车速骤然减缓，似乎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强行拉扯着我。我拼命踩下油门，却依然无法加速。就在我惊恐万状时，车窗外传来一声尖锐的响声，似乎是一阵不明的撞击声。我紧张地看着四周，却什么也没看见。这时，后视镜中出现了一道微弱的光线，随着车速的进一步减缓，那光线越来越清晰，逐渐变得愈加逼近。她是那个女人吗？空气逐渐变得异常沉重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吞下了更多的湿气，压得胸口发闷。
车内的温度不知为何开始骤降，我的手指僵硬地紧握住方向盘，试图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然而，眼前的一切却变得愈加诡异。后视镜中，那道微弱的光亮终于完全显现出来，不，再也不能称之为光亮了，那是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站在隧道的深处，渐渐逼近。那个人影看似晃动，但又显得异常静止。每次车灯划过他的轮廓，他的影像似乎在不断的变换，像是与隧道的黑暗融为一体。我的心跳开始失控，那种无法言喻的恐惧如潮水般席卷而来。我咬紧牙关，猛地转动方向盘，想要改变车道或加速逃离。然而，无论如何努力，车速依然停滞不前，仿佛那道无形的力量在拖住我，迫使我停留在这片无法逃脱的黑暗中。突然，那道身影不再保持静止，他开始缓缓地朝我走来，脚步声随着他的靠近越来越清晰，沉重而低沉，仿佛带着某种诡异的节奏。每一次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隧道中，都仿佛有无数的回声在我耳边重叠，令人心惊。我再次回头，试图确认车内的后座是否真的什么也没有。然而，正当我转过头的一刹那，车内的反射突然发生了变化。我看见后视镜中出现了另一个人影，这次不再模糊，而是清晰可见。那个人影正是我自己，但他的眼神空洞，毫无生气，他的嘴唇微微张开，似乎在对我说些什么。我努力想要听清他的声音，却只能感到一阵刺耳的耳鸣。我的手指开始无意识地发抖，车内的空气似乎愈加沉重，令人窒息。这是幻觉，我低声自语，企图用理智驱逐这些无法解释的景象，但内心的恐惧却越发强烈。我急切地瞥了一眼车窗外，试图寻找出口，但只看见那道身影依旧在缓缓逼近。那个人已经离我非常近了。我想踩下刹车，可是脚下却仿佛失去了力量，车座依旧保持不变。随着身影越来越近，我仿佛能感到那股凉意从车窗中渗入，侵蚀着我的皮肤。我不敢再回头，只能死死盯着前方。就在这时，身影终于靠近了我的车窗。我屏住呼吸，目光死死锁定着他的面庞，想要看清楚他究竟是谁。渐渐的，我注意到那并不是一个人的面孔，他扭曲模糊，仿佛被阴影侵蚀的空洞脸庞。你是谁？我不由自主地问，声音颤抖，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在说话。但那个人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在车窗外停留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地笑了笑。那个笑容诡异而扭曲，仿佛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回声。他的笑声异常低沉，像是长久以来未曾发出的声音，带着浓重的威胁和冷酷。你不要停下来，他轻轻地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嘶哑，带着不可抗拒的威胁。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寒意从脊背蔓延开来，身体几乎无法动弹。那声音仿佛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深入我的内心，回荡在每一寸神经之间。我的手指颤抖地抓住方向盘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，世界似乎陷入了某种无法解开的漩涡。我试图回头，但身后已经空无一人，车内恢复了寂静。然而那股被压抑的恐惧仍然在我胸口翻滚，无法消散。我开始怀疑，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的，还是只是我陷入了某种精神崩溃的状态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前方的隧道已经发生了变化。隧道的尽头原本是一个幽暗的出口，现在却变成了一片陌生的景象。那不是台北的街道，也不是任何我熟悉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废弃的村庄，四周荒凉寂静，仿佛一切都被冻结在时间中。我猛地打了个寒战，心跳骤然加速。眼前的景象让我无法理解，仿佛我进入了一个与现实完全隔离的空间。这是哪里？我喃喃自语，声音空洞而颤抖。我的车似乎陷入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循环，无论我如何转动方向盘，前方的景象始终没有改变。隧道的尽头变得更加模糊，无法再辨认它的形状。那废弃的村庄似乎正在吞噬我，将我永远困在这片无法逃离的黑暗中。我感到无助与恐惧，而眼前那道阴影似乎早已知晓了我的命运，它仍旧在我的背后慢慢逼近，不断注视着我。是时候揭开这个谜团了吗？车窗外，
那个废弃的村庄依旧矗立在我面前，它如同鬼魅一般屹立在这片空荡的世界里，四周死寂，仿佛时间已经停止。那片看似荒废的村落，寂静无声，甚至没有一丝风的吹拂，空气凝固，压得我无法喘息。我的眼睛变得模糊，手指颤抖的几乎无法控制方向盘。理智告诉我，这一切都不可能是真的，可我的心跳却无法平息，恐惧如同冰冷的铁链缠绕住我的胸口，令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我猛地睁大眼睛，想要从车窗外找寻一点熟悉的景象，然而那一切依旧没有改变。那废弃的村庄，无论我如何努力，都无法离开。它就像一场不肯结束的噩梦，牢牢抓住我的意识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失去理智，甚至在想，这难道是我精神的崩溃，是我的幻想，还是隧道本身真的隐藏着某种无法言喻的力量？我的思绪在混乱中穿梭，每一秒都似乎变得无比漫长。这是个循环。我突然想到这个词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仿佛它能为我提供一些安慰。然而一想到这些，无数的困惑再次涌上心头。难道我已经被困在这条隧道里，无法逃脱？如果这一切不是幻觉，那么我到底该如何逃离？突然，车内的音响再次响起，那是之前的杂音，低沉的声音开始逐渐清晰。我将注意力集中在音响上，试图让自己分心，可是那声音却带着某种无法抵挡的力量，似乎它是在回应我内心的恐惧。不要停下来！声音再次传来，这次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低语，而是清晰的警告，充满了强烈的压迫感。我猛地回头，心中一阵剧烈的波动，然而车内依然空无一人。那道影像再次浮现，像是从后座的镜子里透过我的眼睛看见的。那张面容依旧空洞，嘴角微微扬起，仿佛带着某种冷笑，嘲弄着我。谁在说话？我感到自己逐渐失去理智，声音也开始变得沙哑。我紧握着方向盘，双手僵硬地控制着车辆，几乎不敢回头。车窗外的景象仍然没有任何变化，废弃的村庄无声地注视着我，宛如无尽的黑洞，吞噬着我的意识。你不可以停下来！那声音再次响起，但这次我却从中听出了某种熟悉感。那不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，那声音竟然是我的声音。我颤抖着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撕裂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模糊不清。车窗外的景象，音响里的声音，后视镜中的影像，这一切都交织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。我分不清，到底是现实，还是我心底最深的恐惧在作祟。我强迫自己停下车，手脚冰冷，开始无法控制的喘息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那片废弃的村庄依旧立在那里，带着一种扭曲的幽默感，仿佛在嘲笑我的无力。村庄中没有一丝人声，只有那种让人心悸的死寂。突然间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，车灯熄灭了，音响也停止了播放，整个世界仿佛与我隔绝开来，周围一片死寂，只有我自己被困在这无尽的黑暗中。我试图拉开车门，想要逃离这个未知的世界，然而车门紧闭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住了。我的手指颤抖着在车窗上敲打，低声叫喊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正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眼前的黑暗突然被一束光照亮，那光从隧道的尽头照射过来，穿破了那层厚重的雾气。那光如此明亮，却又刺痛我的眼睛，让我几乎无法承受。我伸手去挡，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动弹。光越来越近，像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吸引我，将我拖入更深的未知中。我开始感到一股无力的拉扯，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把我从车内拉出来。我的心脏剧烈跳动，身上每一寸肌肤都被冰冷的恐惧笼罩，一切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无解的轮回，是逃离，还是继续前行？我已经无法再做出决定，眼前的光越来越强烈，我无力挣脱，只能任由那股力量将我吞噬。随着那道刺眼的光线逐渐逼近，我感到自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，身体在瞬间失去了重力，仿佛被抽离了原本属于我的世界。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，只有那道耀眼的光在我的视线中占据了一切。我试图伸出手去抓住车窗，想要阻止这一切，但我的手指像是被冻住了，无法动弹。
那束光逐渐变大，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吞噬着我，拉扯着我进入一个无法言喻的深渊。在这片光的包围中，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仿佛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。我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，但它的存在却又显得那么遥远，仿佛已经不再属于我。你不该停下。突然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它不再是模糊的，而是变得清晰，如同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回荡在我的耳边。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与绝望，像是一股无法摆脱的力量，试图将我推向更深的恐惧。是谁？我低声问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我的心中充满了困惑，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？这时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个声音，那个一直在我耳边低语的声音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自己。他的语气，他的节奏，他的声音，一切都与我相同。我猛地睁大眼睛，意识逐渐恢复清晰，眼前的光芒开始逐渐消散，我的身体终于得以恢复控制。我感觉自己被从某种梦境中拉扯出来，回到了现实的世界，回到了隧道的深处。但当我再次看向周围时，我震惊地发现，我依然处于隧道中，隧道的尽头依然黑暗无比，仿佛我从未离开过。车内的空气依然沉闷，车窗外依然是那片让人感到无法逃脱的黑暗，一切仿佛从未改变。怎么可能？我喃喃自语。我的声音回荡在车厢里，但却没有回音，只有空荡荡的回声和无法抑制的心跳声。我猛地看向后视镜，想要确认自己是否真的陷入了某种迷失的状态。然而，当我看到镜子里的影像时，我不禁愣住了。那是我自己，但却完全不一样。镜中的我没有眼睛，只有一片空洞的黑暗，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。他的嘴巴微微张开，发出的是我自己的声音，但语气却充满了绝望和嘲笑。你无法逃脱。镜中的我低语，声音刺耳，仿佛要将我撕裂。我后退了一步，身体开始剧烈发抖。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我的命运？是我注定无法逃脱的结局？我开始感到无法呼吸，胸口被一种沉重的压迫感笼罩。你就是这里的另一部分。镜中的我继续低语，声音里充满了冷笑和讥讽。你早已不再是自己，你早已成为这片隧道的一部分。我用力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清醒，可无论如何，我依然无法摆脱那种窒息的感觉。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，现实与幻觉，光明与黑暗，过去与未来，所有的边界开始模糊。我的意识再一次被吞噬，进入了那个无尽的循环。而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我发现自己依旧在车里，依旧在这片无尽的隧道中。我再也无法分清楚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幻觉。那道深邃的黑暗像是吞噬一切的漩涡，不断旋转，等待着下一个迷失的人。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久，也无法确定时间是否依然存在。隧道的尽头仍然没有任何变化，黑暗如同一个巨大而无底的深渊，将我吞噬。每次我以为自己即将离开时，眼前的一切又会恢复原状，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。车内的空气依旧沉闷，湿气弥漫，四周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味，像是某种古老的遗物，历经岁月的侵蚀，变得难以触及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无论我如何挣扎，如何尝试逃离，终究还是无法逃脱这条隧道的束缚。你早已迷失。镜中的我再次开口，低沉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深处。你从未离开过。这些话语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刺进了我的内心。我的手开始无力地握住方向盘，身体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，仿佛已经与这辆车，与这条隧道融为一体。无论我如何努力反抗，我都无法再找回那份最初的自由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从前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命运的传说。传说中，有一个人陷入了无尽的轮回，每一次尝试逃脱，都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原点，而每次他试图找出真相时，都被一个更深的谜团所包围，无法自拔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个故事并不是我曾经听到的一个简单的传说，而是我自己的宿命。也许我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这条隧道的一部分，无法逃脱，无法抵抗，
每一次的挣扎都是徒劳的。我的心跳逐渐变得沉重而缓慢，仿佛与这条隧道的节奏相同。你以为你能逃脱吗？镜中的我再次低语，声音中充满了冷漠与无情。你已经是这条隧道的一部分，你从未真正离开。我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不去听那个声音，不管它多么真实，多么有力。今天我终于意识到，逃避并不是解脱，反抗也无济于事。真正的解脱，或许是接受这一切，接受自己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事实。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宿命。我的一切努力，所有的挣扎，最终都变成了泡影。无论我是否愿意接受，这一切都已注定。我开始理解，那道深邃的黑暗，那片看似永远无法跨越的隧道，代表的其实是人生的无常，是无法预知的命运，和每个人最终无法避免的结局。回望过去，我明白了自己曾经历的所有恐惧、困惑和迷茫，它们并不是真实的威胁，而是我自己内心的投射，是我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所产生的反应。我一直在寻找逃离的出口，却从未意识到自己早已被困在了这条无法逆转的道路上。我睁开眼，车窗外依旧是一片无尽的黑暗，隧道的尽头依然不见光明，回旋的光芒依旧无法触及。那深邃的漩涡如同命运的枷锁，环绕着我，我已无法回头，无法再度起航。也许这就是命运的真相，它不会因为我的恐惧而停下来，也不会因为我的挣扎而改变。我只能接受这一切，无声的沉沦，成为那片黑暗中的一部分，成为这条隧道的一部分。你已经是这条隧道的一部分。我再次听到镜中的自己说话，声音轻柔无奈，你永远都无法逃脱。我闭上眼，静静地坐在车内，任凭心跳渐渐放缓。无论结局如何，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。也许真正的恐怖不是那片黑暗，也不是那些无法理解的现象，而是当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拥有选择的权利时，我的内心才真正开始沉沦。命运就像这条隧道一样，无法回头，无法逃离。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在自己的隧道中行走，无法知道何时才是尽头。唯一能做的，是在这无尽的旅程中默默地前行。